为啥？我自己呢，其实就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作为一个曾经的牛马，我其实要批评七海健人几句。首先就是为什么非要等到这个工作做不完了，意识到要加班的时候，才决定要使出全力呢？其次就是，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牛马，对于加班的态度一定是我加班我光荣，这是我的福报，我骄傲。说的我自己都想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行了，咱们不开玩笑了啊，直接开始这一集，看看这个贱人使出全力之后会和这个真人打到什么程度啊！What the fuck？ 好性感的小脚丫。这个 BGM 啊，基于时间的束缚，是说他在上班期间无法使用权利吗？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我还是这个问题，这样做是完全没关系的吧？一击将他的身体击碎，不给他恢复的这个但是没打中啊！哦，以同归于尽为目的啊！拔刀了啊！我没看懂，为什么他打中了，把他打残了，为什么不补刀？为什么跑掉了？为什么要装逼？固漏蠢鱼。つうかバカ正直に聞いてもいいもんなのかそもそもこの渦巻きのボタンをしている学生に会ったら仲良くするといい啊！彼らは呪術師なんだ，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哎，跟我想的完全相反哎。他居然说要和咒术师搞好关系。他在撒谎。他看到了真人，他还追了上去，但是他不打算说。哦，开始聊起来了。虎杖看过。最近在疯狂看电影的期间看到的。这不就聊起来了吗？夏油杰，为什么他说中大奖了？是的，吉野顺平是一个这种 B 级片的恐怖血腥电影的爱好者。哦，虎杖真的好松弛啊，而且好主动。这是他妈，长得这么好看，而且还抽烟。他妈好有风韵啊！确实不搭，完全不搭。他妈妈的性格和他儿子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哎，他妈妈是虎杖这种性格的人，非常的热情直接，不害羞啊。他为了不被压死，变成了一条小蛇。这不是 bug 吗？哦，听他的意思，他好像不知道啊，以前他才感受到就是自己身体的这些能力。成年人中的成年人。哦。
他把眼镜摘了的样子还很帅，是那种痞帅的。受伤了啊，所以他撤退了是吧？因为他也到极限了。是的，是个孩子。所以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掌握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能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荒岛余生，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电影，自己一个人因为空难坠落到一个荒岛上了，然后有一个排球，他给那个排球取名叫威尔逊是吧 ？Wilson， 看过电影的人都能 get 到这个梗啊。他妈妈对他的教育是非常非常散养和放养式的，连他不上学都 OK 的。虎杖君のお母さんはどんな人？俺会ったことねえんだわ。父ちゃんはうっすら記憶あんだけど。虎杖比你还惨得多呀。喂，大丈夫っす。顺平应该很可怜虎杖，起码顺平还有一个爱他的妈妈，但是虎杖连父母都没有。虎杖君は呪術師なんだよね。言ってよかったのかな。人を殺したことある。でもいつか悪い呪術師と戦ったりするよね。哦，顺平想到了真人。なんで？悪いやつだよ。他知道那是坏蛋。一度人を殺したら殺すって。顺平知道真人是坏蛋吗？大切な人の価値までわからなくなるのが。人に心なんてない。その考えに救われた力を。果然他得到了力量，是真人给他的。啊，他想到了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他的真世之人。是虎杖的观念影响了顺平。为啥会有面瘫的手指？里桜高校での事件後、吉野純平の自宅から実母吉野凪の遺体とその小指が見つかる。現場には目視で確認可能な血痕はなく、怎么回事？あるだけの保冷剤と氷嚢が敷き詰められていた。顺平肯定会因此黑化的。总有一天，但不是现在，不是今天。でもそれは今ではない。理解してください。子供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说的好啊！身为孩子不是罪，但是你现在承担的任务和你现在面对的世界，居然是一个如此艰难的、如此残酷的世界。所以，身为大人就是要保护你。就是他搞的，他什么目的到底？有钱有闲的肮脏之人，这就是要把顺平当枪使。但是他让顺平黑化，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是那个校霸，这个校霸要倒大霉了，感觉。这顺平搞的吗？顺平要干什么？结界，在咒术里好像是叫这个帷幕。违章。君の考えている絵図が描けるといいね。大丈夫じゃないかな。順平が宿儺の器を引き。顺平抽中面瘫的容器，整个流程就成型了。给虎杖套上面瘫占优的束缚。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あの指、貴重なものなんだろ？いいんだ。吉野順平の家に仕掛けた方は高専に回収させた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啊。这根手指其实是很珍贵的，但是他要钓更大的鱼。不会全死了吧？啊？这些是他被烫的烟头。哦天哪！所以他一直用头发遮住这半边脸。
お前か。完了，他丧失理智了，顺平丧失理智了，肯定不是他呀。但是现在是不是他都无所谓了，他就是一个出气口。そうされるだけのことをお前はしてきたからね。这孩子还是黑化了。だから。何してんだよ、順平。哦飲んでろよ呪術師。哦。所以顺平和虎杖要干一架。我原本以为虎杖和吉野顺平的邂逅能够把顺平这个孩子从黑暗的悬崖当中拉回来，而且这一集的剧情也确实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虎杖依靠着自己这种人类满级的社交能力，几句话就跑到顺平家里去蹭饭吃了。吃饭期间还和他的妈妈打成一片，欢声笑语，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温馨、非常有爱的一种家庭氛围。这些小小的温暖实际上都是能够感化顺平的内心的。即使顺平和虎杖聊到了要不要杀人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的时候，虎杖表达出的自己不愿意杀人的这个意愿和想法也感化了顺平。但是有一句话叫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悲剧就在于顺平这个孩子被坏人看上了，想要让顺平这种天生本质是非常善良单纯，而且生活还很不幸，有很多不幸的遭遇，这样的孩子黑化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夺走他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这个美好，夺走他珍视的东西，夺走他爱的人。对顺平来说就是他的妈妈。顺平的妈妈在这一集出场也就是5分钟不到，台词就是这么10句左右，但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他妈妈对于顺平的爱和他妈妈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妈妈不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母亲，她对于顺平的教育是非常开放式的，即使顺平告诉她我不想去上学了，她妈妈也完全接受，不给顺平任何的压力，尊重顺平的想法。故事里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是隐晦的点出了这是一个单亲母亲带着自己的儿子生活的一个家庭，母子俩肯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相依为命的生存。顺平自然就把自己的妈妈看成了自己内心最后的这个避风港。所以说当他的妈妈从他的生命当中消失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被夺走了的时候，顺平之前人生当中积累的所有的这些不满、怨恨，所有的这些负面情绪，现在需要一个发泄口被发泄出来，而他发泄的对象就是自己学校里的同学，霸凌他的校霸，还有对霸凌熟视无睹的老师。尤其再加上顺平不愿意杀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愿意玷污他妈妈的灵魂。现在他妈妈没有了，就完全没有让他不杀人的理由了，他更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发泄了。所以说真人黑化顺平的这一步棋真的是又阴又损，杀人诛心啊！是他一手导演一手策划的，不过却是让顺平自己心甘情愿的堕入到这种黑暗的深渊当中。这样心甘情愿自甘堕落被黑化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拉不回来的。说到这儿不得不再提一句校园霸凌这个事情啊，其实你看顺平的故事当中，就是真正对他的人生有这种很大的负面效果的事情，故事里描述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被校园霸凌这件事情。但是哪怕就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已经给他的黑化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了。校园霸凌真的是罪大恶极呀，简直！我自己呢其实就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从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其实就被所谓的霸凌了，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验集体生活嘛。幼儿园的孩子大概就是3岁到5岁之间，当时我是上幼儿园没多久，就被同班的一个比我更高更壮的孩子欺负了，而且是反复的欺负。有一次事情闹得很大，就是他把我打得很严重，流了挺多的血。老师呢就把双方的家长叫来了，和解呀、道歉啊，然后赔偿啊这些。当时回家的路上，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回家，我坐在他自行车的后面。我爸跟我说，这个孩子比你高，比你壮，比你力气大，你打不过他不是你的错，但是当他打你，当他欺负你的时候，你不还击就是你的错了。我爸当时反复跟我说的是，你要还手，就是别人打你了，已经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了，就算你打不过，你也要去还击，你也要还手。自此以后呢，这个还手的理念就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种下了种子。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经历过几次类似这样的情况，包括被不认识的同学用非常恶意的方式恶作剧啊，还有被一群人围起来就是要教训我，要打我呀。结果呢都是被我用非常强硬的方式还击过去了。虽然说我也受伤了，我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啊，但是
自此之后，这样的事情好像真的就没在我身上发生过了。我并不是在说这种还手的方法，这种以暴制暴的理念是一定正确的，但是起码在我身上它验证了，你如果还手，你如果能够还击，是比你懦弱的不还击要好得多得多得多。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总而言之，就是我真的是从内心希望所有的孩子学生都不要有被校园霸凌的经历。行吧，关于这一集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啊。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